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來看一個新的工具。這個工具呢，主要是用來實現構圖，它可以輕鬆的處理髮絲、毛髮以及透明物體的複雜細節。那麼它在構圖這方面呢，做得非常的專業。比如說它有4個構圖模型，然後呢4種算法，以及這個4個手動調節工具，5種內置效果。那麼這些呢也是針對構圖這個效果的一些輔助工具啊。這個下面呢是一些它的功能的一些介紹啊，以及這個實際的處理效果，這個我們就不細說了，我們在工具裡面去看。然後呢，我們打開今天的工具，那麼這個工具呢需要大家自己下載，大家可以自己點一下。那我們現在看到呢，就是它的實際使用界面，非常的簡潔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選擇这個你是不是使用顯卡啊？這肯定是使用顯卡了。下面呢是4個模型，我們選第一個，這邊有個問號，這個是4個模型的區別，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啊，因為每個模型可能在細節方面的效果呢是不太一樣。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話，然後你就選第一個就行了，它是一個標準模型。其他3個的話，我們來對比看一下效果就行了。現在我们選第一個啊，然後點這個處理，大家看這個處理效果怎麼樣？好，處理完了。那麼這個是它構圖的效果，非常的不錯啊。然後第二個模型呢，它說是這個與這個第一個模型非常類似啊，但是邊緣的銳度更高，透明度更低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到底是體現在哪些方面。這個是它的這個處理之後的效果。我們看第一個，大家注意看區別啊，大家發現沒有？這個毛髮啊這塊非常的明顯。第一個呢，可能保留的細節更多。第二個呢，因為可能更透明一些，更銳度一些，那麼這邊有一些這個透明度不太高的部位呢，可能就看不到了，是略有一些区別啊。我們放大再看一下，這是感觉第一個，大家看到啊，這邊出來的細節更多。那麼第二個呢，有一些細節呢就看不到了。然後第三個模型，它說是高精度，邊緣的銳度更好，細節保留更好。那我們看一下，然後這個放大一點，我們選第一個，對比一下，大概是這樣。第二個呢，這樣，第三個。感覺第三個跟第一個呢比較接近，反正區別主要就是在細節方面，這個大家根據自己的需求去選。然後呢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兩側的一個輔助條，左邊呢是對構圖效果的一些補充吧，這個是一個橡皮擦，它可以擦除一些東西啊，主要是跟這個值有關，比這個值小的不透明度啊，那麼就可以把它變成這個值；如果比它大的，那麼是保留原效果，實際塗一下就知道了。那麼這些邊緣呢，它的不透明度呢小於這個219，所以就被塗掉了。那麼放在這上面呢會有說明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然後呢，比如說我們這個不想把它塗掉，然後呢把這個值調小一點。大家看到，當我拖動這個條的時候呢，上面這個顏色變了。那麼這個藍色效果呢，就是我們待會兒會被塗掉的這個地方。比如說我們拖到最大，那麼就是說是現在沒有這個值會比我們這個值更大，那麼都會被塗掉，直接被抹掉了。恢復。然後比如說我們弄小一點的話，那麼它只會把我們這個變色的地方，比如說這樣，那麼我們這樣的話，變色區域呢已經全部被塗掉了啊。它這個下面這些都差不多，比如說這個筆刷也是，塗掉的部位呢也是根據這個不透明度，反正是比這個值小的都會變到這個值，比這個值大的呢是不會發生任何變化。這個呢是減淡，減淡的話一樣啊，比這個值小的呢，那麼它會變淡。大家看就被塗掉了，而且它這個变淡效果呢會疊加，會把它徹底塗掉。那麼這個是255嘛，就是所有的值都會被塗掉啊。然後我們調小一些，那麼這樣的話只是這個邊緣部分會被塗掉。根據自己的情況啊，然後去選用啊不同的效果，那麼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效果。然後右邊這一排呢，大家可以理解為是加濾鏡，跟加濾鏡的效果差不多。比方說這樣啊，我們先回到原始狀態啊。然後我們可以首先呢，比如說我們選這個模糊吧，這個比較明顯。第一個沒選上啊，我們再點一下，那麼這邊會出來一個模糊界面。然後呢，我們可以在背景上面做一些變化，比方說我們可以給它選一個背景，這個是我們這個背景，對吧？可以隨便畫，然後也可以自己瀏覽，然後在你的這個電腦裡面去選。然後選完背景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調整這個模糊了，比如說背景模糊，那麼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背景就發生变化了，這邊還有強度啊，都可以調整。那麼這個呢是調整主體啊，就這只貓。大家看到現在是貓發生變化，下面的背景是沒有任何變化的。然後呢，我們再來換張圖，比如說這邊有個車，那麼這個車呢，其實它比較適合這個第4個，那麼它適合這個書籍啊、沙發等實心物體是尤為出色，它是實心的嘛。然後我們來構圖，好，這個圖，然後呢，我們調整這個黑白色，主體變黑白的。大家看到我這個車呢就变成了黑白色的。那這些呢就是對這個4個模型的主要的一個使用。然後下面呢還有一些選項啊，我們分別來看一下。有個編輯，
編輯區域呢其實簡單啊，就是對圖片呢进行增强，要放大1倍、放大2倍，这个咱们之前介绍的工具比较类似啊，这边我就不看了，大家可以自己来使用一下。然后这个区域选择，这个区域选择挺有意思的。我们画张图，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物体，如果说你不选择区域的话，我们直接推理啊，就这样的。因为它也是属于这个实心的物体嘛，所以我们选这个最后这一个啊，再来处理一下。好，那么这个呢处理效果更好一些，边缘效果比较好。然后呢，我们选择这个区域，点这个开始，它会自动选中这个实物。那么这边呢会自动出来一个区域，大家看我们点一下的话，这边有个框，有些框框圈中了我们选的地方。当然我们可能是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不太想要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手动去添加。比如说我们只需要这个碗，差不多，点这个区域啊，我们就选中这个区域了，然后点开始，它这个上面其他的多余部分都去掉了，然后就保留了这个我们选中的这个物体。那么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这个场景内的可选物体比较多，你可以通过区域呢来精确选择你想要的地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区域，它可以调整这个遮罩的透明度。这个我们来画张图，这个图，然后呢，我们先来给它抠个图。我们可以点这个开始，还有另一种方法的话，就点這個導出。通過這個導出也是可以實現摳圖的效果的。看一下，大家看是吧？這個就是摳圖效果啊。我們給它換個背景，那麼這個點一下，瀏覽一下，然後呢，我們把它可以拖過來，把它放到這個樹底下去。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可以調節這個遮罩，現在一個頭髮，看這個邊緣的位置，我往上拉的時候，是不是它這個就非常的明顯？當我往下拉的時候呢，它就不明顯了，它跟這個圖片呢就融合到一起了，融合得非常的好。那麼我們可以通過這個調節這個遮罩的透明度，然後來實現一些你想要的效果。我們到目前為止呢，所有的操作都是針對一張圖片的。其實它這個工具呢可以支持這個批量。我們看一下，這邊呢有個添加，大家可以點這個添加，那麼有個添加文件夾。好，那麼我們這個文件夾裡面呢就是一堆圖片，把它直接添加進來。大家看啊，文件夾這裡面呢有好多圖片，我們可以直接點這個開始。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的一個批量導出啊，我就點這個了，所有的圖片也全部出來了，處理的效果非常不錯。那麼這個是批量的操作方式。好，然後我們還是換回原來這張圖，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效果啊，就是一個平滑處理。開始看一下，這個應該是細節方面的處理，看起來不太明顯，但這個邊緣處看着很完整，看得比剛才要完整一些。然後輪廓這一個呢，輪廓這一個它是把下面這個弄出來了，為了保持這個完整的結構，但是這肯定不是我們想要的。平衡亮度呢，這個平衡亮度看着不太明顯。還有一個反轉遮罩，反轉遮罩啥意思？哦，這樣的，它把我們這個選中的地方給去掉了，保留了其他區域。這個就是這個細條優化的一個效果，大家自己選，你需要哪個用哪個。行，我們今天主要介紹的內容就這些啊，主要是這個工具的摳圖的使用啊，以及實際的效果，以及各種輔助工具的一個使用方法。大家如果對這個摳圖工具有需求的話，可以去下載一下，我實際去使用一下。大家拜拜。